谢谢各位的配合。我发现啊，这个有现场观众的这个书我还愿意录，要没有观众自个儿说就腻了。以前也录过，有平台找说一什么合适的题目，录吧，说就烦了，因为现场就这3、4个摄影，啊，他们跟那儿打哈欠，你看我也不看他，谁不搭理谁，我就看那表，老看那表，老希望快点完，不爱干。哎，现场有观众行，尤其是你们这样的观众太好了，真的，你要换那些正经的观众不好玩。他们不爱搭下茬，不像你们似的啊。你们到别处看演出也这样吗？哦，行，那我就知道，那等于说之前挨打都是因为这个啊。多开心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包括好些位，我一看，别看戴着口罩，我也都认识你们，因为老是你们这些位啊。看着眼睛，看着眉毛，看着头发帘，我就认识你们。有的时候我差点都乐出声来啊。谢谢各位吧，有您各位这么支持，这么捧啊，我还能进步。要我一人坐这儿，我估计未老先衰了就。这就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啊！你别说坐这儿跟观众聊闲天这其实挺难的。你词儿还记不住了，你还有胆子跟人聊天对不对？当然我也记不住啊，我的特点是能编啊，我胆儿大，知道吗？没有比我胆儿大的了啊。这个先说书啊，先说闲板啊，看透你们了都，没有什么闲板可以说了。我跟优酷这儿我们签的这合同，这评书是签了4年啊，我也挺高兴啊。我也愿意啊，为什么呢？这老有活干，养家糊口啊，挣钱养活孩子啊。这个头一年说三国啊，后边还没想好说什么了。三国这都快说完了，当然了，只是说我认为他快说完了啊。说不到降孙浩3分归一统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评书三国在我这儿，我是把它剁成3块，上中下3大部分。因为1年52期啊，52期的三国算说完了，争取我这个前部的三国啊，差不多到这儿。如果你们觉得好呢，你们就满处上网上喊去，然后看哪家平台再拿着钱追我来啊，他不追我，我再追他去，天天说闲板，没什么闲板了啊。再说闲板就得剩跟你们聊郭汾阳了啊。郭汾阳不愿意让我说他啊，我一说他就说这我老满处拜访他去啊，他不爱上学，但是他有一点你们得佩服他，就可能跟遗传是有关系的。郭汾阳的表达能力很强，就同样一件事情啊，换别人可能未必说得清楚。你看那天就是跟我说，爸爸，我想吃一样东西。我说你说吃什么吧，很像包子。这可难了，知道吗？很像包子啊，你说吧，哎，他给我解释，很像包子，是蒸的，不是煮的，外边是白面，里边是肉馅儿，啊，脑子有花，上面戴一帽子，咱们还不经常吃啊。后来我想了半天，才想出来是烧麦。但是你细琢磨，他说的这个哪样说的都对，啊，现在虽说没上学，认识很多字了，通过这个伟大的某宝啊，天天拿淘宝搜东西，买小汽车，哎，通过这个认识好多。像这2天从天津回北京，在路上很着急，因为好多东西是小汽车寄到北京来的，他就催侯叔，侯震开车嘛，侯叔你快点，快点，咱们赶快到家，我看看小汽车。侯叔就逗他，那你不得捧捧我吗？凭什么开那么快？哎呀，侯叔太帅了。侯叔特别的帅，侯叔宇宙无敌帅。哎，为了小汽车，我也是拼了。都乐了呗啊！
然后一进门，我们家那个客厅那儿有一个财神的像，是当初干国家菜的时候三里屯那饭店里边摆着的。后来买卖不干了，这财神像也不能满处扔啊，得了，就拿家去吧，就搁家里那儿摆着。哎，这一进门啊，他咕噔就跪在财神跟前了。财神爷爷，你让快递快点来吧！把我乐坏了。我说财神爷管不了你那些事儿，管得太杂性了，快递他也管啊，也不能聊闲板了。好家伙，不聊了，我们得聊聊正经的三国。这个谢谢各位吧啊，听三国还能听这么长时间，也是难为您各位啊。是不是身份证都交到这儿了？连身份证都没有啊，那帮没有身份的人啊。那个三国不好说啊，我愿意说点什么《聊斋》乱七八糟的，那可以瞪眼瞎说啊。噗，一股子烟来8个大狐狸，飞去吧！怎么说怎么对，最终解释权在我这儿。三国不好说，它有出版物，你知道吗？那这里边你说半截出一哈利波特也不，我也没法跟您各位交代，是吧？而且现在观众们来了之后，愿意先听闲板后听正文。好几次险些这一期都是闲板啊。你喜欢不行，我跟平台没法交代呀。哎呀，那天后台聊闲天我还说了，我说天天坐那跟大伙儿啊串闲话，我快把后台的事都让我说干净。下回专门拿出一段时间就说于老师家里的事儿就也行。嘿，你们是把我喝出去了。于老师管孩子有一套，你看于老师的孩子跟郭汾阳就有区别。郭汾阳这个打小不爱上学，可能也跟前的人有关系，谁来了都吓唬他，以后上学怎么样，他就觉得不好。你看于老师这点做得特别好。于老师那儿子从特别小啊，刚懂事儿，于老师无论孩子干什么，他都鼓励，真棒，你真好，长大了一定送你上幼儿园啊。可怜的孩子，骗了5、6年，啊，一有点什么事真好，一定送你上幼儿园。孩子认为这得是多大的奖励啊！终于熬到大了，哎，欢欢喜喜上幼儿园了。每家管孩子不一样啊，哎呀，让人好感慨啊！以后得弄点英文单词的经常诗了。那也不行，那我说不过你们。弄点这个文言文的啊，不好说的那个绕嘴的那个啊。行，你们等着我的，你们啊。得谢谢您各位。这个你说跟这儿说话说书的说两句，底下没人搭茬也怪难受的。当然你们搭的太多也难受，仗着我脑子还好，要不然就让你们带沟里边去了啊。挺好啊，这个说书唱戏都是让人开心的事情，尤其是干惯这行啊。过去老先生说，一个说相声，一个做小买卖，只要是干上之后，其他的行业就拽不走你了。为什么呢？就第一就是太开心了，第二就是没有约束啊。说相声就谁约束？高高兴兴一说一乐，啊，赶上好年头，好收成，挣钱养家。做小买卖也是自由，挎个篮子，甭管是卖瓜子儿、卖捧豆的，是个乐趣，挺好。当然了，干说相声这行得有好身体啊。你台上要是一段你40分钟、50分钟，你这坚持不住可不行。你看我们这儿好几个演员们，就是主要是血糖偏高。现在侯震老师这都是血糖偏高，他倒不是台上累的，他后台吃的。我们演出啊，无论到哪儿，你包括这个录节目啊，我这儿出来一说一弄，他在后台，人主办方都会准备各种饮料啊、小吃啊、瓜果梨桃的啊，因为我上台我就顾不过来吃了。侯老师有的是时间和档期，坐在后台啊，甩开腮帮子，撩开后槽牙，长江流水，风卷残云，啊，踢了踏了，踢了踏了，踢了踏了，很开心，很好。他不争名，不夺利，不贪财，不好色。你再不让人吃点东西啊，不讲理了就。当然吃多了，血糖会偏高。我们小时候也没听说谁糖尿病，德云社好几位糖尿病，于老师也是血糖有点高，
他这挺高，挺高。他这喝酒就长血糖。我们这好几位，邓德勇邓先生，认识邓老师哈？啊，邓爷，孩子们都管叫邓大爷，大高个儿，哎，大背头。邓大爷血糖高，他打胰岛素，他就吃饭之前先打完之后，饭来了这吃，正好就这顿就给消化了。哎，有一年主办方大排宴宴招待我们，做好了，哎，都做齐了，筷子碟儿都摆好了。哎，我就告诉厨房了，我说可以上菜了，人齐了。然后邓老师就把这针掏出来，打一针胰岛素，哎，坐着等着饭。大堂经理来了，厨房停电了，菜炒不了了，看不见。我说那不要紧的，邓爷那喊那个不行，针都打完了。我印象特别深。我们这儿还有一徒弟叫李鹤彪，李鹤彪也是血糖也高，但李鹤彪这好控制。怎么叫好控制呢？在他思维上能控制。哎，他爱吃，他就告诉你血糖没事儿。哪怕是冰棍儿、奶油糖，不管是什么，你这行吧？你没事儿。哎，这你告诉他拌撇了丝儿，他不爱吃，血糖不行。啊，就是这个。前两天我们那儿有一大胖子叫杨鹤通，杨鹤通知道啊？杨主任，杨主任上家去看我去了。啊，我们连说工作聊闲天儿，这儿说着说着，我表弟去了，表弟买了那个糖葫芦，天津话叫糖墩儿啊，买2大兜，呱扔在桌子上，大伙儿吃吧，你一串我一串，哎，有拿红果的，有拿山药的。我说胖子你吃一个，胖子很在意，控制血糖。你吃一个不要紧的，因为糖葫芦能怎么着？好吧，胖子最后扭扭捏捏的抄起一串来啊，咔着咔着咬着，这不行啊！这个，他这串是切糕的，好家伙，哎，就跟这扇子似的，得这么长这么宽，大块切糕，江米小枣切糕蘸上糖，再弄完了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？印象很深啊！他们说现在这个到东北，咱们上黑龙江哈尔滨德云社去演完，说这东北那糖葫芦什么都有，苦瓜呀、青椒啊什么腰子呀哈。我说你们看看有没有这个鱼香肉丝的糖葫芦，可能那不好弄哈，得先算了，它先冻上。哟，好，就说这么半天这玩意儿不行，不了不。不，我不能老听你们的，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有很多啊。三国啊，三国存了好多年没舍得说，这回说了啊，不说也不行了。那老说那鬼故事，人都说我瞎编的，那怎么能是瞎编的？那很认真的瞎编的。那个不要紧，那你编没事哈，关键得合理。你《三国演义》也是编的呀，对吧？它也不是历史啊，它跟《三国志》它不一样，它也是在那个基础上，啊，人家作者用他的想法，哎，创造这么一个故事，《三国演义》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但是到了说书人的嘴里边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们有一个2度创作问题，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可能原文里有，但是到我们台上就未必提它。为什么呢？又耽误功夫，观众又不爱听，又不伤筋动骨的，没有意义。因为终归是要让评书的手法来展现，那不是说每一句原文上有都得说一下，那2回事儿。咱们也不是三国的讲座啊，所以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。评书啊，这行多简单呢，一把扇子，一块手绢，一块木头，我们就出来行侠仗义来了。没有这手绢也行。三国用手绢地儿不多，非得是才子佳人、奸情人命啊。出来俩妇女聊天，哎，手绢就用上了。你这里边没有别的，顶多刘备哭也不用手绢，啊，葫芦一把就完了，没有这么细致，啊，扇子还用得上，有的时候，哎，比划什么的，也就是点到为止。当然，小孩们学评书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求大身上啊，云手啊、山膀啊、抬腿动脚的，
真到一定程度了就没有意义了，不必了啊，就是一比划，观众觉得哎意思到了，就很完美了。还有这块醒目，醒目是必须要用的，这其实就是一个符号啊，这个对说书人意义来说非常的重要。你过去说书的无论困在哪儿了，就在这儿走不了了，你怎么办呢？当去吧，随便拿件衣裳裹着一块醒目，到当铺就能换出钱来。为什么呢？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信义。一块木头值什么钱呢？但是不一样，当铺就敢收你的，因为哎呦呵，说书先生醒目都拿来了，一定能换出钱来。你看，这就是醒目的含义所在啊。当然也碰到坏说书了也不行，他家有的是这玩意儿。那年头都没这个呀啊！那会儿来说，包括你说出去买东西啊，1两、2两、3两，最后那3星儿福寿禄，他当年人信这个呀。卖东西的好，短1两，你说不要他都找你去，为什么呢？福寿禄啊，短1两、短2两、短3两是损失卖货人的福禄寿，他不能好买白薯少给你了，损我的福，人家不干啊！你看过去他是用这个来约束人心，自打有了电子秤了，这就算完了。咱也来不了那样，我打小数学就不好啊，就跟那记者问我是，人家什么时候上市？上个6我上，是吧？我要数学好，我还至于说了相声啊？这是说书这几样东西啊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因为不爱说闲班啊，你们是对的啊，不要跟观众抬杠啊，观众是我们的主顾。我跟徒弟们上课我也说，咱们是服务行业，你跟人观众矫情，人家不对，你矫情就是你不对，对吧？你开包子铺的，人家来吃包子了，人家说咸了啊，就是咸了；人说淡了，那下回多搁盐；不好吃，那对不起，以后不来了，得了，您换一家吃吧。你只能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跟人矫情，我这个我那个，那你外行了，因为你是服务行业啊。所以说，观众说再来一个，我就告诉他们不来了啊。这没有办法啊，因为再把你们教会了，你们就都出去卖钱去了。有没有好开心？有，就是能接上这才开心呢。你说一个完事没人搭理我也难受。咱们互相啊哄着对方玩真挺好的。都吃饭了没有啊？吃了。这玩意儿你们说齐几点好不好？有说吃的，有说没吃的哈。这俩人说的不一样，还捅咕他呢。这一看就是没对好瞎话。挺好，听书就不用吃饭了。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盒饭。听书啊，听入了扣真是耽误吃饭。你过去那个不净这故事吗？啊，上书馆听书去，先生那玩命的拴扣。最后给人家火车票都耽误了，啊，那个年头也行，现在不可能的事情。现在你充了会员，随时听，没有过去那种说书的环境了啊。我看现在这个状态也是老先生们不曾想到的。你在清朝那说书的先生，他知道什么叫摄影机啊，是吧？灯一亮，他吓一跳啊。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，这很正常。啊，也难为您各位这么鼓励我，这么捧我，我还要努力啊！我要好好的跟你们斗智斗勇。其实这个就咱们之间这种感情、这种交情啊，就跟亲人是一样的。你别看你们也不请我吃饭啊，少来这套。我下回我就在这儿立一盘，我弄一2维码，我跟你们说，哎，你们就扫码，哎。过去说书都是小徒弟拿着笸箩下去敛钱去，那不如这方便，你不用动，你坐着你扫码，我这当啷一响，咱们就算有交情了。哎呀，棚里听书好啊，不用花钱啊，也不用送礼物。徒弟上家来，我也告诉他们别花钱，家里什么都有，是吧？有什么可能的？那会儿就孔云龙一上家来，爱买点水果，这个好习惯坚持了10多年了。每回一来就是各种水果，来了我就说他，我说我这个血糖下不去了，啊，他弄就弄各种水果来，岳云鹏有段时间上家来滴炸酱，啊，他跟那个炸酱面馆有合作，
我说这就是为了不花钱。想起来看我师傅拿碗上后厨㧟2勺就走了。孔云龙有时候也带炸酱，他俩人有这炸酱情怀，一个单位的，哎，带这个啊。李云杰送花生米，哎，他住的大兴嘛，庞各庄那儿的人，他说他那儿有一个炒花生的，是挺好，哎，每回来弄个10袋8袋的送花生米，哎，但是到天津，李云天送天津的花生米，哎，弄几袋给我提去了。我们那儿还有一个爱吃花生的，就是谢金，少谢打小就爱吃花生，他管花生叫豆豆，这豆豆，他这米饭里边都撒点花生，他说那好吃。少谢有时候给我送花生，这也就这样了啊。杨鹤通一来了，豆汁儿、焦圈、咸菜、油饼儿，这是杨鹤通的这个惯用技术手段啊。杨九郎是凉面、肘子、猪蹄儿，哎，这是杨九郎爱买的东西啊。还有几个这个南方的连朋友带学生，一到了入秋了、深秋了，寄点佛手来了之后。摆在书房一熏屋子，这也挺好，也就这个了。你真是弄个20斤的这黄金的大茶壶来，我也不要。不爱收人东西，老觉得欠人家，咱也不能挨个都还给人家。这来往才叫朋友嘛，对吧？包括好些个有时候别处朋友来送东西，我可怵头了。有一回我印象很深，就是录这个节目，录这有心番，夏天。这谁来的？好家伙，人家真好心，给我提着螃蟹，从哪儿来大螃蟹说特别好，这他怕我不要，他知道我这毛病，有时候他来了，我别花这钱，他就偷偷摸摸的，那是谁？不是侯爷，是谁开车忘了，哎，就说把后备箱打开，搁车里边，没人知道这螃蟹。回去之后呢，又赶上有什么事儿，好像就出门了。就没开这车，然后再回来之后，这螃蟹死得太冤了。关键这个车到现在还有味儿，你知道吗？就感情人家这个车里边一有这个玩意儿，这味儿且下不去了。后来就说等着这个大太阳天吧，把车开出去，在外边都打开门，这暴晒如何的哈。到现在有时候那车里还有这螃蟹味儿，印象很深啊。所以说以后不要给我送东西啊。因为三国白说呢，净学计策了啊！观众们斗智斗勇啊！哎，等哪天咱们专门拿出一期来啊，咱们就专门说定场诗，好不好？我就不参与了，好吗？因为太丢人了啊！找一个我那个学生会这玩意儿的，坐在这儿跟你们大伙儿一句句对，那有什么好玩的呢？你说，挺好。啊，这些日子演出暂停，因为咱配合这个疫情防控，期待着疫情早点下去啊，小剧场、大剧场就都开了，那个国泰民安就挺好了。前些日子在天津德云社后台，因为也是配合疫情这个防控嘛，就是先暂停。我说你们也别闲着了啊，借这机会排练。包括古曲社呀，包括麒麟剧社的好多人都在天津了。另外呢，他们准备把这个好多舞台剧，趁着有时间想排一排。当年我们唱过一个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看过吧？这个戏正在复排当中啊。那个我有一徒弟，我干儿子陶阳演唐伯虎，哎，这些日子天天排练。这个排练的头一天啊，这一帮人都在后台呢，都回不去啊。但是说排吧都有这帮人，什么李鹤彪、张三、李四都在那儿了啊。但是这门口站着，我们有演员叫刘哲，扭扭捏捏的跟那儿，大胖子，臊么大眼的跟这儿啊。我说你怎么了？最后那个给我也来一活吧。我说好啊。我说谁演都好，大伙儿你们挑活吧。我说给刘哲回来找一个合适的、适合他的活啊。我说你就跟这儿待着吧，在天津待着吧啊。行，挺好。这些日子有这么几个舞台剧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有个清水河的后传，也准备在排，在调剧本当中，在调。另外还有我之前写的一个本子，一直没演，是那会儿是德云社刚分队，1队、2队、3队、4队，就是郭麒麟那会儿在4队的时候，
那会儿4队要排一个戏，我给他们写了一个2本的舞台剧《白宗卫坠楼》。写完了，后来也没排，就一晃就这样。再后来，郭麒麟买处拍戏去了，更没工夫唱这个了。我也都归置出来了，趁着现在有时间，啊，排一排，弄一弄，到时候出来一演，乐乐呵呵不挺好吗？是吧？好吧，你们期待吧。坐下聊，坐下聊。哎，好，受累了。太帅了。呵，我也发现了。风吹河北岸，花开向阳枝。打开《三国志》，先念定场诗。不来了，不来了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天儿不错，天儿不错。你看，这个来一个来一个，准是有人教你们，但他没想到后边换词儿了啊。我说天儿不错，天儿不错，你们就说啊啊就行了啊。下回记住了啊。那再来啊！哎，好啊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昨天晚上吃的什么呀？完了，你们猜不着了啊！这个不行，这观众太笨了，要换一批人啊！开心不开心？开心！太好了啊！要这样的话就不用说三国了，咱们坐在一块儿就说会儿闲白，聊会儿天，挺好。罢了。就是不知道平台干不干啊？花那么些钱录点茶馆聊天，这是。谢谢各位吧。这个上文书说到哪儿了？这句一定是教的。那个你们忘了，我不能忘啊。另外我已经说了，我说我不能说太多的闲白了。行，好的。我人最大特点就是听劝啊。这就是常年呐在一线阵地说书说惯了，那没办法，他跟电视台录像有区别。观众来了，你进门坐着就说啊，昨天说到哪儿了，如何了，显得太外行了，非得聊闲天儿，聊一会儿哈。现场你甭管那会儿茶馆大小吧，坐70人50人的，就是聊闲天儿，慢慢的把你带到书中来。就这个聊闲天让人爱听，这才是能耐了。所以说天长日久就养成一个爱串闲话的好习惯。但是也不容易，你这个您各位，你们是不花钱呐，你真上茶馆听书还得花钱呢，花钱听人说闲白，招谁惹谁了哈？挺好。难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。4个字也能接啊！今天天可不错，阿个6啊！哎呀，我们现场编导白教你们了啊，一句都没用上啊！挺好，听书开心是吧？开心。听相声呢？开心。听戏呢？开心。行，就这3样就行了啊。因为别的我也不会了，多好玩啊！干惯了这个，说实在，给村长都不换，村长不跟我换，我估计啊，以后越老了，可能说书的时间会越长一些，啊，你上岁数了，你到80岁了，于老师得跳大舞去吧。